好，那么到底啊，这个军购要怎样啊？马英九的时候，一年国防预算是3000亿，蔡英文后期变6000亿，赖清德现在变9000亿，哦，9000亿就是几乎是我们整年1年3兆预算的1/3啊，那还不够。赖清德还说定一个8年的预算，8年的特别预算呢，1兆2500亿。赖清德为什么定个8年呢？表示他想干8年。你仔细想，为什么8年？为什么不是6年呢？为什么不是10年呢？8年，因为任期4年加4年8年嘛，我要干8年。但是你怎么知道下一任总统是你呢？你怎么可以替下一任总统越俎代庖？你最多把我这4年编完就算了，你能编个8年呢？有人这样编法的吗？好，不管啊，这是他的想法哈。那现在各种不同的版本，民进党提出来是1250亿，民众党提了4000亿，那国民党现在有不同的版本哦。国民党原来是不想提的，为什么呢？一直不肯复委嘛。就是说，我现在要你立法院就是3读通过了，给职业军人加薪，每个人加，有人说3万，有人15000了，反正整个3万已经加了15000。不管怎样，你加法律通为什么不加呢？你现在不加薪，军人也待遇要提高啊，要操作优良的武器，也必须要有高的士气啊，哦，但是民进党就不肯提，不肯这个说什么不附属啦等等一大堆不干，所以国民党一直不复委，但是压力也很大啊。美国也讲了，你为什么不复委啊？37个议员还写信给郑丽文啊，写信给韩国瑜啊，写信给黄国昌啊，然后又说这郑丽文不通过是因为要去取得跟这个政协会的门票，什么各种红帽子，压力也是很大的。哦，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后来就说好吧，韩国瑜就说我春节以后最优先复委，韩国瑜就率先发难。好，那要复委了，那复什么版本呢？说后天礼拜5要复委了。哦，那什么版本？现在民众党4000亿，民进党1200。1兆2500亿，国民党什么版本？有几个版本？巧芯提了一个8100亿的版本，国民党提一个3500亿加 N 的版本，朱立伦人马提出一个9000亿的版本。那到底什么版本？哦，那另外呢，明天就要提一个最终版，因为后天就要复委了。我们看一下。赞成者10人，反对者8人。那我们这个赞成者多数。立院程序委员会上，蓝白在以人数优势通过周5院会议事草案，只是不同于过去10度党军购，这回确定将正月版1.25兆并案复委审查。强化防卫韧性及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与台湾民众党党团所提并案审查。但距离周5剩下关键3天，国民党版始终还没出炉，继1号、2号党团跟智库南北奔走讨论，如今确定周4早上党团大会定下最终版后，周5送院会处理。主席针对那个军购案，党委不同调，有什么看法吗？眼下难题还有怎么整合各版本，连前主席朱立伦也十分关心，特别只是子弟兵提出9000亿版本，等于现在主要有3大版本方向。党中央跟智库的3500亿加 N， 和卢秀燕市长讨论过，以徐巧芯为首亲中派立委提出的8100亿以上，还有朱系涵的9000亿。智库还有党中央跟党团一定要密集的来沟通，多席次议员要选举的这些民意代表都很关心，也很焦虑。对美国的这个采购呢，我们可以用特别预算，但是其他部分应该回归到常规预算的这个编列。蓝营军购案、卢朱2大山头都发生，毕竟眼下局势，这预算花多少，恐直接冲击蓝营对美关系和2026选战。就美国先公布了111亿啊，那这个111亿054.1.054亿了啊。那这里面包括8项东西哦，包括海马斯飞弹啦哦，然后呢仿装甲无人机飞弹系统啦哦，标枪反坦克飞弹系统等等8项哦。那这110因为说已经有发价出来了，所以呢大概是值3500亿啦。你用31点多，将近32比美金台币，大概是3500亿。所以为什么说这3500亿？因为有美国说要卖你这个东西了，而且国会基本上是同意了，那就先通过，剩下不知道是什么。现在130亿到底什么东西？哦，当然，美国也有讲啦，哦，爱国者飞弹啦，哦，防空飞弹系统啦，反无人机设备啦等等。但是川普因为现在到北京去啊，所以现在又停下来了。所以当然卖不卖，跟习近平会谈什么也不知道。哦，所以呢，民进党编了1兆2500亿，这是什么东西？哎，立法院总不能通过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开一个空白支票给你嘛？哦，所以到底该怎么办？怎么审呢？将军怎么看？其实这个案子没有那么复杂，按照采购程序来，所以我觉得赵先生刚刚讲的很重要。美国已经同意了，给我们的他也公布了，这个没有什么争议，国民党也会同意。美国还没有同意，甚至根本还没有进入到发价书的程序，
这个我们就要等着看。我想，不管民众党、国民党，你没有告诉我要买什么，你就要框这么多预算，预算法也没有这种规定。我们也干过立法委员，所以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很赞同刚才赵先生讲的这种做法。已经确定的，美国给了发价书的，我们框进去；还没有确定，美国说要给的，会不会给不知道。发价书什么时候发也不知道。川习会之后会不会变？不知道。所有的不知道，你要我们给美国面子，我这个也框进来，但是冻结，等你发价书来，报告完了解冻，这是一个可行的方案。我再讲一个国内采购的3000亿，万万不可。我简单讲一下，我在军中管过采购，国防法22条有规定，大家去看，军备建案优先国内采购，这是通案，优先国内采购经过谁呢？经济部工业局去房厂，哎呀没有，做大炮的、做飞弹的，台湾没有，这个时候。确定没有能力做，我们就开始进入军购程序，国内国外商购程序，经过委制，什么委制？科研这4种方式，委制中科院、军备局，军备局的生产制造中心有这几个，202厂、205厂等等这几个，各有各的工作职司。中科院研究的是飞弹、飞机，它有它的能量。但是我们看到最近被诟病的，什么卖皮鞋的也可以做，卖扫把的也可以买火药、买飞弹，不是他们直接去买。这个军备按照我们的法令规定，是中科院或者军备局这些厂作为主合约商，他们去找厂商，所以不是我直接就叫他去买了，不是的。大家把采购法搞清楚，我们管过这个东西，所以不是随便。所以民间采购要发展我们的军工能力，要培植国内的业界都 OK， 我们都同意，请回到正常预算，我们才能监督，才能管制，否则立法院存在干什么的？立法委员什么都不能，特别预算说过就过，包括空白支票，这是不对的。说这个我们觉得在野党、国民党、民众党很坚持，只要是国内不管委制研发，全部拉回来。回到正常预算，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国防预算的做法，被监督，可以管控。那这些主合约商，不管军备级生制中心或者中科院，是可以被立法院监督的，那才是正确的做法。就原来民进党提一个1兆2500亿的国防韧性啊，什么特别预算，大家开始以为都是跟美国买3000多亿。后来黄国昌到美国去，他回来说，美国人说不是全部啊。政府才说，所以没有3000多亿是国内采购。那国内采购你编什么特别预算呢？对，国内采购编年度预算就好了。你国内也不是一个东西非要他跟他买8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会不会私相授受呢？是不是有人要发国难财呢？那3000多亿当然要扣掉，不可以放在这1兆2500亿里面嘛。你跟美国人讲也通啊，而且你跟美国人讲说军人要加薪，美国人会反对吗？美国军人多少薪水？我们军人多少薪水？吴志怀将军是中将。我看网络上说士官长，美国一个士官长的待遇可能都比我们的中将多，这你问美国国会议员这样通吗？来，我觉得立法委员就正如大家所提到的，就是要帮人民看好荷包。但是现在呢，我们把这个看好荷包这个本质的工作，却是被框上。你如果不完全全数照收的话，这样1.25兆的话，你就是卖台，甚至还有非常多所谓的内幕独家的消息，就是说要来政协会决定于这个郑丽文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这个军购案可以挡下多少。我觉得身为国民党员，我在我们完全执行我们的这个法令的责任，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指示，也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讯息，在我们党团任何的一点一丝当中有过我们要去挡国防预算，以让我们的主席去见习近平，没有过。所以这个消息简直就是变成你非常的觉得政治很悲哀的，就是好好的就诚如大家所说的，你有可以走一般的程序，你也可以走特别预算。不要忘记1.25兆特别预算，我们还是从美国的
这个《华尔街日报》里面才会知道这样有1.25，然后接下来台湾才来做公布，这完全是本末倒置。好了，那现在国防预算还是再一次的强调，只要对台湾国防自主性的这个安全好的，绝对支持。所以3500亿这是完全毋庸置疑的。那至于3500亿加那个 N， 那个 N 是不是就诚如像徐小青所提到的，在8100亿当中，那个目前为止还不知道美国国会会不会给我们那些120亿，是不是那个 N 指的是那个部分？如果是指的那个部分的话，变成2个有一个公约数，就是3500亿已经公告的没有问题。那至于是不是先框下来，然后先冻结，还是等到美国国会通过之后，这个 N 再来履行？这个目前为止要到明天因为已经发出甲级动员了，那时候透过一个比较，这个所谓大家一个最大的共识。不过总而言之，就是礼拜5的时候，这个国防的预算的军购案势必会做一个复委的动作，只是要通过哪一个版本，明天我想我们才会有一个充分的讨论了。不过这也还蛮尴尬的啦，就是说。就是我真的很糊涂，因为我也做过那么议员啊、立委，替人民看紧荷包是民意代表的天职嘛。你听到哪一个议员或者立委候选人选举的时候说，你们选我以上，我一定全力护航政府，他会当选，我头杀下来给你。都说我要严格监督，我替人民服务，替人民把关，一定是这样才会当选啊。因为你是民意代表，你不是政府官员嘛，选你做民意代表就是要监督政府嘛。我当立委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国民党执政，国防预算谁编的？国防预算是国民党政府编的、啊，民进党委员在立法院是反对啊！你自己调会议记录看，民进党委员那时候有支持国民党的国防预算吗？也是反对什么？他的职责就是反对嘛，他的职责就是要严格监督嘛。那时候有谁说民进党这些委员所以你们是亲中卖台，你们是要卖台湾，不要过台湾的这个国安？没有人这样讲啊。他尊重他，因为他的职责嘛。怎么到现在国民党委员要监督国防预算就不行了？你亲中卖台啊？这是什么话呢？那立委的职责是什么呢？立委的天职是什么呢？不是很荒谬吗？需要再回来。反正就是啊。好了，昨天今天又牵扯出王定宇了哈。说他今天出国了，本来要2个人啊，现在变成1个人出国等等哈，他好几次啊，所以有这个桃色新闻了哈，牵扯的人很多了哈。那所以呢，这个赖清德中常会撂重话了赖清德说哈，这个从政党员的言行都应该以更高标准来自我规范，以回应国人对我们的期待，因为你是从政党员啊，你不是一般的啊。那另外呢，说徐国勇也不满啊，徐国勇现在是民进党秘书长，所以除了赖清德，徐国勇不满。说呢，这个有党职的人呢，言行要有更高的标准，不能拿一般的人来评论啊。庄瑞雄说呢，有人说要把王定宇的中常委拔掉，庄瑞雄说，民进党在体制上很难想象，因为中常委是票选的你谁一声令下能把他拔掉呢？王世坚说也可以拔他，但是呢要有程序，就是怎么选出来的，你可能有个罢免或一个其他的程序才可以所以呢，这个联合报的评论就是说，那会不会变成一个桃花党？是不是不违法就没事是不是这样子来，梦话怎么看？就我觉得就是王定宇委员这件事情，他后来也出来说明了啦。那他是目前呢是离婚的状态，但是没错，就我觉得这件事情在每个公众人物，我觉得都是一个警惕啦。因为其实公众人物你的各种形象各种事件都会被大家放大的检视来看。所以呢，我觉得其实赖主席他也是一个就求好心切，希望呢各个就从政的党公职们可以好好的顾好自己的形象。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是公众人物自己就是对自己的一个标准啦。那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其实因为大家以前以为他是外遇，那现在他也不是。我觉得不用花那么多时间讨论这种私人领域的事情。我们回来讲这个刚刚国防这个特别预算条例的问题。那我要特别讲是条例嘛，因为它整个8年1.25兆，它其实是一个条例。你其实这个条例过了之后呢，每年呢也会有预算送到立法院来，不是你1.25兆这个条例过了，你就好像就有1.25兆，它是最高一个上限到这里嘛。我们知道现在的其实国际局势那么多的改变，如果我们这个条例把它定得更高的话，到时候如果有些可能突发的情况或什么样子的状况的时候，也让这个政府比较有弹性的空间啦。那第二个，我觉得要强调的是终于可以复委了，就是可以到委员会来排审了。因为其实像我们在立法院里面1读2读，其实第一关也是要在程序委员会里面，可是，在程序委员会之前遇到的状况是一直都没有出程序委员会啊。那当然，我觉得蓝白好好来要严审，要好好来看每一个条例，我觉得都 OK。那但提自己的版本一起来讨论都是 OK。可之前发生的情况就是一直卡在委员会里面。
完全就是连到下一个阶段到委员会里面来讨论，因为你连那个程序委员会都没有出去，你就等于到没有后面实质任何的讨论啊。所以我是真的蛮开心的，可以看到说礼拜5的时候呢，可以出到委员会了。那当然呢，目前版本也许有很多，民众党有提自己的版本，那国民党有自己的版本，可每个人的考量不一样。那我觉得其实像国内的这方面的装备，那如果可以在国防特别预算里面全部一体的来编，比较有一个完整性、统整性啦。那当然，也许这些党和立委会觉得说，也许要回归到一般的预算，我觉得这个就后续呢在委员会里面大家来讨论嘛。那我觉得出委员会能够进入到委员会实质讨论，那让我们整个都是国家是可以更前进一步，这还是最重要的。好，我们看一下相关新闻。戴着口罩走向登机大门，深陷桃色风波的民进党立委王定宇一早就搭机跟中指会长蔡其昌，还有这次担任中华队卫球投手的陈伟英同团前往日本为 WBC 应援。去帮 WBC 加油。跟日本国会还有某一些内阁层有一些讨论。不过出事后一天，王定宇就搭机出国，正巧避过传出可能要将他除名中常委的民进党中常会。但身为永延会大阿哥的他，在民进党北市议员民调前一周出事，是否也怕冲击自家人选情？颜若芳唯一支持颜若芳，拜托。曾和王定宇传出绯闻的颜若芳发文元宵节快乐，附上美照，这2天都是私下拜会行程。面对林亮君入党，陈怡君恐脱党参选，就怕冲击选情，颜若芳不敢大意。永延会北市新人也绷紧神经，下人一定要来看大家，谢谢。老板娘生意兴隆，谢谢刘品欣跟郭凡。林宇在市场扫街问好，最后关键时间小鸡少了派系母鸡，自己合体拼陆战。最后一周冲刺民调，永延会小鸡要甩争议，用行动争取支持。蔡薇。我想王定宇他现在飞出国，简单来说就是死猪不怕滚水烫嘛，因为其实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其实我们都会说，其实民进党支持者他们是不太在乎这个候选人或是政治人物有这一些桃色绯闻，因为过去很多的案例，你尽管有桃色绯闻，选票选出了还是前几高票，所以我觉得王定宇根本不怕。好，那为什么现在这个赖清德啊，还有徐国勇等等震怒？我觉得这反而是大家应该要关心的一个重点。非常好笑的是，其实王定宇的事情，今天赖清德第一天知道吗？徐国勇第一天知道吗？绝对不是嘛，因为他过去都有一个很明显的案例。而王定宇在外面的风花雪月，我也不认为民进党的人通通都不知道。但为什么现在才要处理？过去的绯闻可以全党护一人都没有事，但是现在突然一个要震怒，一个要拔关。简单来说，就是因为派系斗争嘛。现在民进党全党正在包含议员初选啊，那前几个礼拜是这个县市首长初选嘛，所以整个派系现在斗争到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状况，而且也不是只有王定宇，在高雄左营男子有一个候选人，拟参选人，他叫黄真麟，因为酒驾，然后就退选了，被逼的退选，没办法选。我们台北也有一个，也是民进党的拟参选人，也是一样酒驾，可是就完全没事，没有退选。那内部也有不满的声音嘛，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在整件事情上面，不管是桃色绯闻又或者是酒驾，这些看起来就是在人品上面有瑕疵的问题，通通一样都是双标处理。那说现在大家怀疑说会不会变成是一个什么桃色党？其实说实在的，民进党桃色风波也不是只有现在，过去包含像罗志正啊，还有李宗彦啊。甚至是这个古拉斯啊，一大堆，甚至还有 Me Too 事件，也都没有看过赖清德，也都没有看过这个党的高层出来震怒，但是就遇到王定宇的事情，突然一下又说要震怒，一下又说要拔关，所以说到底都是自己内斗的问题。民进党的双标不是只有对于不同党政的人有双标，是对于不同派系的人都有双标的问题。蓝世娟。这个我觉得，这我也不知道怎么评论。这个赖清德跟徐国勇在中央党部开会的事情，我觉得大家听听就好了。所谓的震怒，那个是赠给各位，让我们来讨论的，让大家觉得好像民进党不容许这种事情发生。他到底有没有震怒，谁知道？那个也是他们中常会里面讯息出来的。第二个，其实我昨天在看王定宇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在研究的是他的危机处理，他到底怎么做的。上一次郑文灿的事情，梁文杰他们怎么做？他们说那个叫什么 DeepSeek 是不是还是什么？对，他说那个是深伪造的，那是假的，这是他们的处理方式。当然到最后被证实，这个倒不知道是真的哦。那昨天王定宇的方式是第一时间他做了什么？他说那个是某个人私人的官司。试图用这件事情来转移焦点，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我王定宇是被拿来当肉垫的，为了转移你的官司，你把我拖出来的。
这是他的说法。然后今天用空间换取时间 ，Sayonara， 我去日本中华队加油。所以每个他们有不同的危机处理方式，但是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于社会大众、中间选民，当然在观感上面是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对于始终民进党的支持者，我觉得可能影响不大。而且对于王定宇来讲，就我的看法，他也没有这个野心要去争取什么台南市长了，或许也没有这种机会了，所以立委可能妥妥当当了，但是爆出这个事情，可能对他的影响，我相信是有限的。对。我觉得，当然派系会不会有影响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件事情啊，在这个海董过世之后，这个永延会的大哥就叫王定宇，二哥就是赵天麟，结果2个，好，各位好，都是因为桃花的方式，然后就下来。那赵天麟当然是他刚好不好，就是扯到了。民进党对于这个所谓桃欢，我个人认为，过去历史来说，其实容忍度还算蛮大的。但是如果说你是招惹到的是一位中国籍的话，那就牵涉到国安的问题里面，当然就是可以有桃花，不能是中国花。只要是中国花的话，那当然就是必须要把它完全的斩断。那王定宇的形象，说实在，他也不是那么觉得大家好像是爱家爱子的好的一个形象，就因为不是这样的形象，说发生这种事情，大家会觉得很违常吗？应该也还好吧。所以说呢，如果他自己觉得自己不尴尬，那我们别人干嘛替他尴尬呢？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说实在的，3天的这个新闻过去之后呢，反而是大家会比较讨论说，那这位小三的女生为什么有什么样的能耐等等，已经开始是歪楼了。但总而言之，对王定宇他2028的立委选举100%保证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影响的，因为这是。一般民进党的选民对于他们男性政治人物的要求会是如何？那采薇刚刚所提到，是不是有一些派系上的问题？那就要在这观察，因为目前来说，的确就是面临就是民进党的初选。那初选当中里面呢，大家就是以高雄来说，就是新潮流跟永延彼此互相在做一个互斗的一个角色。那赖清德总统还有包括他们的一个系统，他们的秘书长也都属于新潮流派。那刚好斩断又是属于永延派，那中间是不是有很微妙的关系？而且为什么就刚好发生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这个巧合度当然会有引起很多不同的一个讨论。但是你如果纯粹以王定宇这个事件来去看的话，对他个人不会有影响。对赖清来说的话，他当然要提出一个非常高道德的一个标准。那这高道德的一个标准，纯粹就诚如世轩所提到，给我们大家看，好不好？民进党是一个不容忍酒驾、不容忍一些比较败坏社会风气的，这是给大家看。但是选民会不会因为这样子，然后呢就唾弃他们的候选人呢？对不起，他们是死忠的铁杆的部分，所以大家把它当作是八卦看一看，下个礼拜大家还是重新过生活吧。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民进党提名说呢很加速啊，在赶进度啊。那另外呢，台北市到底是谁要出来？怎么搞了个半天这么重要的地方，你推我推你呢？说有一个扶军计划，郑丽君啊，想把郑丽君呢这个劝进啊，劝进。那另外呢，全党就在等一个人，就等郑丽君，持续在劝进他。吴思瑶证实的，果然是有一个扶军计划啊，是现在进行式的哦。其实之前还有人讲说，干嘛扶军呢？哦，那你就行政院长自己下来选好了哦，等等哈。可是不管行政院长、副院长，其实下台北市来选，风险其实都很高的。如果你选得很难看哦，搞了半天，哎，总理、副总理，哎，首相、副首相下来选，结果到了一个台北市，居然铩羽而归。如果选得还好，如果选得差很多，你搞了半天，表示大家觉得你的施政一塌糊涂嘛，哦，那所以他们要有风险的，要知道哈，把这个等于是上士派下来哈，郑丽君是无意的，哦。那他基本上，他一直说他只想做政策啊，哦，不想来当选了哈，所以呢，也有人说郑丽君要小心，不要变成炮灰哦。哦，那卓荣泰说100分的副院长选台北市长，那他自己卓荣泰是不是100分的院长呢？那他几分院长呢？如果副院长是100分，他几分呢？哦，好吧，反正呢，现在大家都劝郑丽君。那王义川说赖清德问他要不要到桃园。哦，桃园现在也没人哦。那另外呢，新竹市说也有黑马哦。新竹市到底谁去选呢？哦，说呢，现在呢原来是林志杰，但林志杰说我没兴趣哦。所以现在是叫做这个
新竹市的信赖自由会的理事长吴国志，依然也是信赖自由会的头，好像是不是理事长我不知道，也是一个律师。那现在这吴国志是一个医生，找他哦。另外呢，就是民进党的行政院发言人叫李惠芝，哦，所以现在一男一女，所以这两个可以去打高虹安哦。那我觉得打不过了哦。那另外呢，林右昌也拒绝哦，所以呢，本来是要林右昌是不是到桃园去选，林右昌拒绝，所以现在等王义川了，所以等一个人，等谁就等王义川啊。好，我们看一下。面对手中的事情，我相信一定能够表现良好。一场质询，即便时间到扫1，民进党立委吴思瑶、人力拱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选台北市长，但院长卓荣泰还没听完，不小心扑哧一笑，藏不住。郑丽君回座位拍了一下院长，因为吴思瑶证实扶军计划 ING， 也只有100分的副院长可以去选台北市长。就我现在的生活里面关键字就是关税，我跟院长每天都在讨论政务。国民党立委也很关心，但郑丽君迟迟没松口，强调眼前关键是政务，但全党都在等他一人。面对年底选战将登场，民进党新竹市长提名，党内盘点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适合骑兵，民进党点兵点将，只为在艰困区求取胜利。蔡薇，到台北市长，民进党是怎样？我想民进党他们一直陷入他们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想到哪就提到哪边。他们还没有汲取之前陈时中的一个教训。之前觉得陈时中在防疫的过程当中声量很高，然后就提名了陈时中。那没想到之后陈时中一提名一选举过程，马脚毕露，原形毕露，通通让这不管是形象啊，还有政策论述能力，没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其实现在民进党也是陷入一样啊，因为没有人才，所以只能想到哪边提到哪。现在看起来，郑丽君谈了一个关税回来，就觉得郑丽君是一个好的人选。但其实民进党不要忘记了，关税其实现在还没有结束，尤其下半年对传产的威胁才是最大的。而下半年刚好就是要投票的时候，所以对郑丽君来说是不是加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号。而民进党其实在台北，我一直都说他们其实已经知道是注定不会赢，但他们希望蒋万安不要爬爬照，不要让蒋万安创造出外溢效应，一下子去台中，一下子去新北，一下子去南部哪边，希望就是把蒋万安锁在台北市。所以郑丽君的确对现在的民进党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人选，因为女性特质跟蒋万安刚好是一个比较冲突的一个特质。再来，郑丽君她的形象相对其他几个被提到的，包含像徐国勇啊等等的斗鸡形象，比较符合台北人，比较符合台北城市的一个形象，所以他当然希望郑丽君可以出来对蒋万安。但很可惜哦，过去我也跟这个民进党朋友聊天过，郑丽君她一点都不喜欢选举，她从政到现在，我听说她最喜欢的一个职位就叫做文化部长，因为她其实就是文化嘛，她自己有一个这个咖啡厅，咖啡厅很有名的一个咖啡厅，对，一个她自己的自有品牌嘛。那所以郑丽君的这样子的一个人格特质，不想选举，但是在民进党没有人才的状况之下，会不会被逼出来选举？我觉得这是接下来要观察的了。但我认为民进党对我们在台北市，我们就是一步一脚印，因为现在其实蒋万安市长他整个支持度啊，还有人气啊，声量是居高不下，所以民进党他们现在想要推出来的人选，我觉得也真的很难去撼动现在蒋万安整个在台北市的支持度。好吧，民进党有民进党的问题，国民党有国民党的问题啊，脏话，哎呀，不要搞什么鬼啊！本来大家都认为说谢依凤会出来选，谢依凤立委做得不错嘛。谢依凤人长得也不错，因为选举先要颜值，男要英俊，女要好看的啊，就像这个智恩这样子哈，大家这竟然美女在这里啊。那另外呢，另外就是他学历也很好，政大的博士，对，政大的经济学博士啊，所以学有专攻啊。那在彰化又有他们的这个地方的力量啊等等哈，本来大家都以为就是谢依凤了，结果他的弟弟他现在不是就外面是内部，他弟弟是彰化议长。那现在麻烦了，因为一个家你怎么可能姐姐是县长，弟弟是议长呢？这是个麻烦了。所以弟弟就觉得说，那你立委做好，你干嘛非要来选县长？不可能。好像据说他们家里也觉得宝贝这个儿子啊，就儿子当议长就很好了，那还要怎样呢？那谢点宁呢又开放豪宅给大家看，说这个很普遍的房子啊，没什么了不起。大家一看啊，这是普遍的房子。然后呢，他说他爸爸已经表明谢家不选县长。那我在想说，叫你爸爸出来表明啊。怎么你替你爸爸表明呢？那你爸爸是不是真的这个意思？你有没有假传圣旨？不知道哦。他说呢，这个他为什么弃谢依凤没送？因为呢，他说他对他儿子管教就随性了，但是谢依凤要求很严格，所以呢就管教他儿子，所以爸爸不爽，
你管什么我儿子啊？你干嘛管我儿子啊？所以因此呢，北宋谢依凤啊，反正现在就是这个要翻脸都可以嘛哈，什么理由都可以了哈。所以呢，谢依凤强硬喊话，说我初衷不变，我就是要争取这个彰化县长的提名。什么叫我不选？什么我爸爸说不选？我爸爸有说吗？我爸还叫我好好选呢，哪有说？哦，我随便讲的哈。那另外呢，说有一个叫邱建富的，邱建富呢，他原来是彰化市长，民进党的，但是他要争取民进党的县长提名失利的，他就来找黄国昌，哦，说是不是呢？跟见黄国昌用民众党来参选，黄国昌说不宜，哦，这个不好，不应该这样子哦，你民进党都不要提名了，你还找我干什么哈？那新竹县又是另外一回事哦，因为副县长陈建贤跟这个徐信英委员都很强哦，他们要选的话，大概都会赢，只是赢多赢少都会赢郑朝芳。现在民进党好像竹北市长郑朝芳呼声很高，既然都胜，大家都想选哦，所以到底谁啊也做了民调哈？那这个对比看起来这个徐信英赢，那这个3个人出来，好像呢这个陈建贤有优势，我们看一下。我爸是也不愿意参选这个县长这一局了，就是他已经在家聊天的时候有很表明的了，我也不行啊。彰化议长谢点玲这番话等于包解谢依凤没望参选县长了吗？谢点玲更透露，父亲已在过年当姐姐的面跟家族重申立场，说姐姐下次还有机会。不过两人之间到底是否有心结？谢点玲坦诚，原来是因为这件事，是因为管教小孩，是因为我的小朋友他骂小儿子啊，所以我就从那次以后开始对他没送。子女管教种下两人不和因子，但面对谢点玲又爆料开箱豪宅是为县长选举铺路，谢依凤赶紧发声明强调，身为国民党彰化县党部的主委，必须处理公职跟家庭的分际，自己承担了许多基层民众的期待，将持续争取提名，初衷不变。党中央目前也没有劝退，更说已经多次向中央表达了基层的焦虑，期待可以尽速完成初选作业，有信心能延续国民党的执政。如今谢依凤彰化行程继续马不停蹄，担任一日店长，义卖助学灯笼，但弟弟又抛出有意推动民进党籍的前彰化市长邱建富，以无党籍非绿大联盟身份挑战县长。先前就曾点出2026彰化可能输掉的黄国昌再发话，还有一个民进党党籍的政治人物，透过中间人，然后希望来找我，那希望争取我们的支持，去选彰化县县长，不宜。所以我没有要见他。我觉得谢依凤委员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立法委员。言下之意似乎就是力挺谢依凤选到底，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谢依凤的县长之路恐还需先过自家这关。那世轩，可是张大哥每次让我回答很难回答的问题。这个因为我对谢家不太了解，或者是在彰化当地的民情究竟如何，我不太清楚。但唯一我可以确定的是，谢家在彰化绝对是有非常雄厚的地方实力，所以才有办法到今天还可以在这个姐弟之争哦。因为一般来讲，可能如果有发生这种事情，大概马上就换人了。那这个可见也是可能谢依凤委员他们家族在这个彰化的经营有成了哈。那可是我觉得有一点要特别注意的是，不管是新竹或者是彰化，就是这种戏码难免。但是不能拖太久，拖太久之后，可能旁观者就会觉得说，那到底在干嘛这样？来，吴将军怎么看？其实我们不能苛责他们了，选举是政治利益，而且他们这个姐弟2个都是成年人了哈。可是你把这个责任都推给爸爸妈妈，我觉得我们这个是老人了。你们年轻人，但不是小孩了，都30、40岁。你们吵架把爸爸拖出来打一顿，爸爸你说我怎么说？所以这都不对的。谢点玲这个也不对，我爸说的不要选。那谢依凤说我爸没说，那爸爸跟妈妈在家怎么办？每天看着祖宗牌位说那我怎么办呢？所以这个不对的。年轻人，你们40、50岁你自己去解决。谢依凤真要干，那跟国民党讲清楚，我有几成把握，我就可以拼，不要去连累父母亲。那你说这每个地方这种难免，蓝的、白的、绿的都有这种问题，但是就是我同意世轩刚才讲的，快刀斩乱麻，国民党中央出来仲裁，要不就比民调，要不就比什么，不要再拖下去，拖下去只有仇恨越来越深。来，志恩。
我觉得这还是有很多的一个焦虑啊，像在以新竹县来说，就是因为两个都会赢，两个都想出来，那比数又这么样的接近，那以徐欣怡的政治实力，还有陈建贤的地方实力来说，他们其实都非常的强。那势必就是因为两个都会赢，那万一特别是在这里面又加入的国民党，过去跟别人不一样，就是有3-7的这个，特别是3成的这个所谓的党员的民调，那它的这个公平性当然就引起不同的一个讨论。那这样结果下来，彼此之间候选人现在一定在处于这个非常剑拔弩张的状况，而且两个人不会因为选战结束，两个就另外一方输了一方就会全面的支持。目前来看是不可能，因为时间拖太长了。那这个部分里面，其实萨卡都的状况之下，还有即使是不是萨卡都，另外一方落败一方也很难去全面去支持。这对国民党来说，新竹县过去我们觉得很容易拿到的这个部分不是，就是比较是有把握的这个部分，面临一个空前的一个危机了。那谢家的部分里面，我觉得这个姐弟之间还有父母亲之间，我觉得这也让民进党的陈淑岳他不是一个大家很熟悉的，可是就因为国民党目前我们的候选人跟彼此之间发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东西再拖下去，我觉得会让民进党反而是在这个段混乱时间当中，让他们可以慢慢的更扎实他们的实力。所以彰化跟新竹县对我个人来说，我都是抱着说实在不容乐观的一个态度。休息一下再回来。柯文哲3月26号宣判他在宣判前20几天呢，昨天到检改会说要把3个检察官移送惩戒，包括林俊彦、江真瑜、王俊立那林俊彦说我不便回应那另外呢，在宣判前有大动作，如果宣判他是判了10年以上，虽然可以2审3审不会立刻关了，但是按照我们的选办法就不能参选了。以后任何选举他就不能当候选人了那第一个呢，他说检察官有6大罪状，林俊彦骗票、滥权搜索、违反侦查不公开、泄露图利特定媒体、没有先送传票就任意提解被告、欺瞒他的相约检察官、对外面发不实的新闻稿、不正讯问多名被告跟证人、伪造黄景茂的讯问笔录的公文书，这是柯文哲自己讲的了那而且呢，他说林俊彦检察官呢威胁沈晶晶要咬柯文哲所以他认为这些检察官要受到评鉴，要受到这个处理柯文哲这个说呢，维护黄国昌，说呢搜索票开5张，法官不敢签要去这个告这个黄国昌搜索他说他伪造文书那另外呢说恶警滥权，那沈庆金也发声。说呢，注定提前被枪决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我爸爸要死那段时间呢，有点低潮。这个是我内心最大的一个结。我如果没有办法原谅民进党，一定是这个。谈到父亲过世的那段时间，柯文哲一度熬不下去，讲到一半又难过哽咽，眼角泛着泪苦笑，但口中害他的人到底是谁？金华审案3月26号一审宣判前，柯文哲先出绝招，大动作率律师团到法务部具状申请评鉴多名检察官，更指控林俊彦威胁沈庆金不咬他就抽银根。趁沈庆金生病住院，威胁要抽他银根，断他生路。威胁他要咬柯文哲，中华民国的检察官可以这样干吗？更重要的，这不是一个人干的，是一群人干的。而另外一头，去年6月质询秀出检察官侦讯示范带的黄国昌，首度被北检约谈2个多小时之后，讯后请回。这典型的就是在乱枪打鸟，罗织入罪。没想到除了示范带，还被约谈3年前的争议。2023年，黄国昌指控赖品妤的父亲前云豹董事长赖金麟身兼19间绿能公司董事长，用政商关系与绿能政策套利。赖金麟反告黄国昌妨害名誉。民众党前后党主席无惧官司缠身，双双把炮口对准检方。志轩，这个。因为在去年1整年的开庭过程有非常多场我都有去旁听。那其实庭内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勘验过去检察官在讯问这些所谓被告的这些光碟，这些内容里面就有非常多的内容，不管是你要说
利诱他也好，逼迫他也好，或者是像沈庆金这种是直接说我抽你银根，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讲，被抽银根是何等大事，去做到所谓的压迫，这些事情其实在检察官行为上面是不可以被接受的。这个跟威权时代自白入罪有什么差别？所以今天柯文哲到法务部大动作的去申请检察官评鉴，我认为这个不是只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全体台湾人民的司法可以被信任这件事情去做努力。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创党主席深陷官司缠身，被民进党这样子用司法来对付；我们的现任主席又一样，被开了5张的搜索票，要搜索黄国昌的家。其实这个有很多台湾人民是不知道的。民进党北检已经开了5张搜索票搜索黄国昌，只是法院没有批准。但是看到昨天黄国昌被传唤到了北检以后，我觉得这个如果是司法界的人，应该会觉得很搞笑。北检用伪造文书、刑法210条、211条去传唤黄国昌。他说：“这里面你要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之行为。如果说黄国昌有损害他人的利益，他人的行为是什么？在立法院揭弊吗？一位国会议员在立法院去揭弊，去替人民发声，换来的是以刑法211条去做传唤到立法院。”而且甚至，其实公文、私文这个是互斥的概念。你要在同一个案子里面让2个同时成立，这到底要怎么做？所以我请教了非常多的律师朋友，我说这个到底是怎么搞的？怎么可以这样的传唤去啊？所有律师说我们看不懂，他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所以从头到尾，我们看到的是民进党政府用司法来对付政治上面的异己，包含不只是民众党了，有多少的国民党也碰到这样的事情。现在民进党甚至用司法，其实就有点像伊朗的做法，这就是开地图炮嘛，乱枪打鸟，看打到什么。从开搜索票开始，柯文哲的案子，从他搜索他家以前，请问有什么？回头看其实是没东西的。去搜索了他的家，开始找到所有的资料，然后开始编出他们要的剧本，然后开始传唤证人来，而且我逼你讲出我要你讲的，这是不能够被接受的。所以昨天。柯文哲带着3位律师到了法务部，黄国昌主席到了北检被传唤，这些事情我们都是希望凸显，在台湾民进党的司法改革已经沦为笑话。现在的司法改革，侦查必须公开，全侦查所有内容全世界都知道，而且是给特定的媒体一条龙的操作。再来升官，你看到这些办柯文哲的检察官全部升官，难道是凑巧吗？真的这么刚好吗？除非法务部你出来讲说，就这么巧，就刚刚好哦，办你们的都升官，最后双标绿能你不能嘛？所以种种因素已经让过去民进党高举司法改革这件事情，已经沦为笑话了。大家可以回想哦，现在金华城案3月26号判决了。当时呢，其实呢，去法院检举的是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在我们呢议会的调查小组的召集人呢，也是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那其实最关键的问题就是3个：金华城的容积率到底有没有合法？那柯文哲有没有受益？是否要按照威金集团的想法来做？还有这个小审1500呢，到底是不是金流？我觉得柯文哲现在他已经不争论3件事情了啦。这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我觉得柯文哲知道呢这些证据对自己不利，所以他放弃证明自己的清白。然后开始在转移焦点，然后开始要抹黑司法，来对司法泼粪。那我想呢，大家也看到那黄国昌这方面，当时那个示范带，他在用来质询的时候，他一开始没有讲得非常清楚啊，说这个到底是示范带还是什么？他是到了播完之后才忽然又补了一句。那我觉得现在呢，传唤他是希望他可以讲清楚，说这个到底是什么嘛？你到底拿什么样子的影片来询问？是侦讯的原档还是示范带？你要把这个说明清楚嘛，不然你是不是拿一个真实讯问的状况来问部长？那个是不是你对个案来说，在某一个程度上不只是监督人，是在某个个案的审理的攻防了？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法院会希望黄国昌来讲清楚。那柯文哲案判决快要出来了，当时的非常多的证据，大家讨论了非常久。那我觉得就看到3月底的判决，柯文哲金华城案到底有违法，到时候就知道了。我想柯文哲现在要主张自己的权益，但是他更要凸显，在整个民进党执政底下，大家对于司法制度已经是完全没有信任感。在过去1整年侦办，不只是柯文哲，还有高虹安，我们都看见这个民进党对于司法体系的黑手伸得非常非常的深。那刚好在这个2月的时候呢，才公布去年一个中正大学他们犯罪学系的一个调查哦，1整年民众对于司法犯罪的满意的调查。
居然只有32.9%是满意的，比去年下滑了超过12个百分点，去年还有这个45.8%，所以这份调查还有现在整体的司法的这个执行的一个状况，都可以凸显出民众对于民进党执政底下的司法体系已经完完全全失去了信心。不只是这个柯文哲的检察官升官之外，还有包含这个公诉高虹安的检察官卢慧珊，他更是在高虹安宣判当日，他调升到这个新北的地检署主任检察官，那甚至连北七站的副主任许慈健也是一样调升。所以其实这一些的例子，这一些的案例，都在告诉民间一件事情：只要民进党想要办谁，没有办不了的。而且也不是只有高虹安，也不是只有柯文哲嘛，包含还有郑文灿啊等等的，这都让大家觉得我现在的司法已经没有公平公正可言了。只要民进党要办，什么都能办得成。我觉得这个司法的部分，在蔡英文在选总统的时候，还不断把他的司法改革当做他第一要务。就8年下来呢，反而是让我们的司法的诚信啊，真的是被大家给唾弃哦。所以赖清德干脆连讲都不要去讲了，因为他觉得一定会自打脸。我只是觉得目前来说，民众有非常多的冤要去伸。这些冤要去伸的，难道会比黄国昌的示范带要马上来做这样的处理来更重要吗？所以他们完全就是以政治上面的议题来作为他们办案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程序。而且最可恶的是，不管是要是澄清还是请他到案，晚上的这个政论节目马上一条龙都跟着这个方法，然后接下来呢就有一个特定的媒体马上来这铺路。这一条龙的方式，你告诉我们台湾的司法目前为止完全是清清白白的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是选举要到了，你更会发现有非常多不着痕迹的，对于一个不是属于，而且我必须要说，不属于圣上喜欢的派系的这些人，都会受到不一样检调上面的一个关切，而且可能会一一来做浮现。所以你告诉我，司法现在目前对台湾来说是一个独立公平的吗？我相信从以前到现在，已经是比过去更加的败坏了。台湾的司法已经不值得人民信任了。我们看看大罢免期间，国民党这些党工被这样子双标对待，就是眼前的事实。所以民进党不要再搞下去了，没有人相信司法。基本上呢，我说有2个是特别不可取的，一个就是杂志不应该去报道，侦查不公开，怎么会杂志都登出来呢？你不能要先斗垮先斗臭，这个是不好，登的那么详细，也不查，到现在我没看到查到任何一个检调人。